越南米纸不只是可以用来做春卷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娇妈。今天的美食教程将带你开启越南米纸的魔法时刻，把普通的越南米纸变成惊艳的可食用花朵。别看它造型复杂，做法却非常的简单，厨房小白也能轻松搞定。跟我走进厨房看看吧。这道美食最重要之一是剪米纸，一张米纸等份剪成4等分。米纸呢，它的材料是又薄又脆，剪半圆的时候呢，可以一边剪一半，另一边再剪一半。一张米纸可以剪成2个大半圆，接着再把2个大半圆分别对半剪。剪的过程中，如果边缘有一点细小的缺口是不要紧的，因为一会儿还会继续修剪。我一共做了8个米纸花，需要像这样重复剪4张米纸。如果你的剪刀特别容易剪碎米纸，可以卷一点厨房烘焙锡纸，磨一下剪刀，这样可以使肉眼看不见的小钝口磨锋利。米纸也不容易剪碎，修剪中途可以多磨几次剪刀。磨完后的剪刀特别好剪米纸。接下来我们把刚刚剪好的米纸都修剪成长方形。把米纸的圆弧边都修剪成直线后，就能得到一张长方形小米纸。8个米纸花需要剪16个小长方形。接着取一片小米纸剪米纸花的花瓣，总共要剪8条直线，其中4条是对角线，还有4条是沿着4条边的中间位置剪4条直线，相当于剪了一个汉字米字，但是中间不要剪断。剪好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把长方形修剪成圆，用剪刀把4个直角修得圆一点，也可以先剪圆再剪8条线。这个看个人习惯就可以了，只要都能把花瓣剪出来就好了。经过修剪，一个圆圆的花瓣就剪好啦。剩下的7个大花瓣也这样修剪好。接着我们还要剪8个小花瓣，把长方形剪成小一点的圆，比刚刚的大花瓣的圆小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小花瓣我先剪成了一个小圆，接着再剪和大花瓣一样的8条中间不间断的直线。先剪圆或者先剪直线都是可以的。都要注意的是中间不要剪断哦。最后剪好是这样的，剩下的7个小花瓣也一样剪好。最后完成了8个大花瓣和8个小花瓣。接下来我们做大小花瓣的花蕊部分的材料。一份40克的米饭等份分成3份，先取其中1份米饭倒入小碗里面，再加入1勺番茄酱，搅拌均匀。你也可以用果汁来给米饭染色，最后得到1份红色的花蕊。接着倒入另外一部分米饭，再加入1勺芥末酱，继续搅拌均匀，得到了1份漂亮的黄色花蕊。随后放入最后1份米饭，加入半勺抹茶粉，同样的搅拌均匀。1份绿色的花蕊就做好啦。接着取一点黄色花蕊，放在大圆米纸的中心上，轻轻地压一下。再取一片小圆米纸，将小圆米纸的中心对准黄色米饭，让2片米纸粘住，然后继续取一点米饭，把米饭放在小圆米纸中间作为花蕊。一朵漂亮的米纸花半成品就做好啦。接着同样的步骤把剩下的米纸花做好，取一点点绿色米饭放大圆米纸中间，再拿1片小圆米纸粘在大圆米纸上，再取一点点绿色米饭放在小圆米纸的中心位置作为花蕊。一朵漂亮的绿色花蕊的米纸花半成品就做好啦。接下来做红色花蕊的米纸花，和前面2朵米纸花步骤一样。这里要注意的是2片米纸粘一起的时候不要用力，米纸特别薄脆，一不小心就会破碎。花蕊的颜色可以有很多种，自己 DIY 即可。最后8个米纸花半成品都做好啦。接着在锅内多倒一点油，开中火加热。可以拿1片米纸边角料测试油温，把它扔进油锅内。如果像这样没有马上浮起来，说明油温还不够，油还需要多加热一会儿。如果竹块或者木块插油锅内，周围起很多小泡泡了，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也可以再拿1片米纸边角料继续扔进油锅内，米纸扔下去能马上浮起来，说明油温已经达到烹饪要求了。这样就可以放入做好的米纸花了，也不用怕成品在最后1秒做失败了。
另外，如果你用米纸边角料放入油锅内，米纸变焦了，说明油温太高了，需要调低油温。炸好的米纸花需要马上夹出来，时间一长，米纸花就会焦掉。另外，米纸花上会有一些残余的油，可以放几张厨房纸垫米纸花下面吸掉油。好看又好吃的米纸花就做好啦！如果你也喜欢我这个视频，记得点赞加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成品的观赏性也很好，用来代替龙虾片也是不错的。口感非常脆，还可以蘸各种酱料吃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娇妈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